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看病买药用美团，姐姐当家不怕难。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看病买药用美团，姐姐当家不怕难。好内容学习机认准学而思，本节目由学而思学习机赞助播出。TCL SQD Mini LED 电视，好画质不将就。锁定 MBUNI， 懂你的 AI 搭子，贴心陪伴每一刻。本节目由 MBUNI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奔驰设计、中国制造的新奢个性新能源汽车品牌 Smart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嘉宝莉艺术涂料赞助播出。每周六12点，会员抢先看姐姐们的当家生活。上微博搜索“姐姐当家”，解锁更多当家姐姐们的高光时刻。把这边的灯都开一下。他们来了吗？要过来了吗？哦，好，来，快点，大家各就各位。咖啡准备好了吗？嗨，怎么感觉又嗨，璇姐，好久不见，又重新开始了呢？新的姐姐在那边等。79年11月5号出生。哦，他知道。你要找男朋友，正常应该找个巨蟹。哎，你现在男朋友啥的？别扯，真没有。你咋这么漂亮没有男朋友啊？没有。我不信。徐梦桃第5次冬奥会比赛个人项目的最后一跳，徐梦桃出发，空中动作没有问题，看落地漂亮。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第1个卫冕冠军冬奥会。你报的是什么东西啊？我这个吗？米兰冬奥会的吉祥物。哦，你要送给他是吗？送给他个小酒窝都行，反正这我买的这个吉祥物是一物双雕。Hello， 璇姐你好。哎，你好瘦哎。我还好，真的瘦。这是我送给完了，我没准备礼物怎么办？不要，这应该的。冬奥会期间那个顶流了。哇，太好了！啊，你今天那个辛迪没来是吧？啊，对，他有训练，他那块儿也是，但是他特别喜欢那个你老公。啊，你老公啊，你老公的节目他都看的，他看的多。他是因为看《姐姐当家》喜欢上唯一的吗？他是在这之前就认识啊，我是因为这个节目知道的他。他那个有些疑问，可能对我们团队可能还没那么信任，想跟你交流一下。你放心吧，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对，他意味深长的，经验就是别听他们的，说不用化妆什么，一定要化好妆。唯一被骂最狠的就是他那个头发，因为他正好在拍那部戏嘛，《小城大事》，然后留的头发这么长，然后甩头发那个就是因为节目组说别化妆，然后结果呢洗完头就来了，就头发特别一直挡眼睛，他就一直甩。你没退役，怎么有精力参加综艺呢？那只能说我能力超强。参加完综艺之后回去还好使。我的耳返，杰哥给我做的。哎呀，这就是爱。他给我定制的，真的是爱。现在是我签的第1个艺人嘛。后面我签过孟庭苇、周笔畅、韩庚、胡彦斌，好多。大家好，我是杜华。我是名副其实的姐姐当家，因为我当了一个家，就是公司。要恭喜乐华娱乐集团成功上市。其实《姐姐当家2》的话，说实话，我是有很忐忑的，我是没有那么愿意参加，因为我觉得第1季的话太火了。当时你们把张唯一塑造那个形象啊，我都好几次都想跟璇姐说让她离婚。其实实际上就开拍前1、2天吧，我特别想跑，但我就又觉得自己得讲究信用，我怕给你们带来天窗的话，我觉得不太好意思。给我们华华好好的弄一弄啊，给我们的华华。我的形象就靠你们了，不要恶意剪辑。对，我们的华华，我是小绵羊。
嘉哥，欢迎来上海。知道你来工作，然后正好今天拒绝，给你买了个咖啡。好久没见了吧？我们对呀，都是只在那个什么微信、微博。我以前都是做主持人，现在是拳王的妻子。还想去周氏名画。我也想有点自己的生活，有点自己的朋友，有点自己的就是经历。我几乎跟了他20年。我觉得我就是处在一种就是丧夫式、丧偶式，孩子也是我管，家里所有都是我。我觉得我也应该再有20年，我还是那样过。我这没有我自己，我再20年我醒悟我就60了。哎，嘉哥，上这个节目有什么我们要注意的不？注意啊，那反正你都已经，你都开录了，有啥可注意的？请问上海是脱口秀最多的地方吗？是的。我是脱口秀演员小鹿，我是从2014年开始做的脱口秀。你知道我这1年我婚纱试了多少件，婚鞋换了多少双，我跟策划公司吵了多少架？我不会因为一个男人的愚蠢和懒惰影响我婚礼的完成，这个婚必须结。我就是觉得我这个人事业心太重了，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契机的话，我是不会真的缓下来的。我有点事儿，对我这个人就很有事儿。而刚好这个节目就来找我了，我说我要备孕，这个节目居然说那我们就拍你备孕。记录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就很有喜剧精神。针灸完之后24 hour 不能 have sex。喂，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大家会有点羞于启齿，比如说关于生育能力不行，希望别人觉得自己过得好，但我会觉得这有什么不方便讲？这就是我真实的人生，我现在就是生育能力下降，我就输卵管堵塞，怎么了呢？这就是真实的我。大呀娘呀，时代变了，不是只有儿才有出息的，闺女照样能有出息。之所以来说脱口秀，是因为我去看演出和脱口秀演员互动，网友都说我比演员好笑，就被招安了。我上一个被招安的山东老乡还是宋江呢。今年是房主任第一次就家庭聚餐和第一次上桌吃饭。不是上桌吃饭，是上主位。谢谢大家，这些节目你有哪些想去解决的一些问题？通过这个，我需要的是，其实这次我来姐姐当家，我特别希望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改变我跟邹永明的现状。希望能弥补一下我妈。我要备孕，因为机器人 AI 的话，今年才突飞猛进的嘛，我还是想把握这个机会的。更年期最近给我折磨的挺痛苦的。我听说叶冰燕老师因为谈了恋爱没更年期症状，我说我也能不能谈一个？我特别喜欢你们啊！你看来之前我就跟陈导说了，是不是？他好多那个桥段，他都自己能够演出来。哦，是吗？我都能记出来，太经典了，这些是吗？太出圈了，这些桥段哈。你一来这我还不好讲了。没事，你啥都可以讲。就是有几个画面，那肯定是买单就是经典了。快点走，快点。不是，我可以辅导，你干嘛呀？我们本来今天准备安排在那吃饭的。哦。那去那儿吃饭还得璇姐买单，咱不用买单，因为张薇在那办卡了。哎呦，办完卡那个店就关了，就不装修了。我张哥办的卡没吃上，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是吗？对，因为他就觉得你充卡了，你不用再去操作呀，就大家去的时候就直接从卡里扣。对，我感觉就是因为我自己家庭也是，就是那个我感觉很正常，但是这点肯定是比较印象深刻的一点。你现在跟以前一样吗？跟去年跟第一季的时候？你说是居住方式，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对，因为我还有孩子，然后呢，如果他搬过来跟我们住吧，就是他自己也难受，然后多一个人吧，就大家都不是很舒服。那你现在去的多吗？
那肯定多呀。多啊。一个月能去几次？这我还真没算过，有时间就。对。你看了那一集啊？我看了。看了啊。俩人在车上原话记不住了，定位我能记住。你是不是就喜欢看这个？我爱看对。你们俩家里面有什么共同点呢？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因为桃子她第一次结婚，然后也没有孩子，这个我不一样，但是也是比你老公大是吧？对，大5岁。对，也是都是同行。对，可能这些是比较有共同的这些。有时候就是很多演员就说不能找同行，不能找同行，但我不知道就是如果不找同行。能找谁？就我觉得运动员是不是也是你接触的人非常少？对，其实，就是我的生活中更是完全的在这一个垂直的赛道上去接触人脉了。那我自己认为，其实恰恰的是这种同行之间还有更多的理解。对，我也年纪小，我感觉还挺好，年纪小还会心疼人。咋分的呢？我感觉好像就是辛迪是。你还害羞了，我感觉就是对我可好了，对我好，完还会哄姐姐，然后最重要的是，那也不是都能哄姐姐，都会的。是，我觉得正好就是你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人，对。然后因为我看过他的采访，就说他就是因为你的鼓励和一些帮助，他才一直坚持这个比赛。我这4年中可能有很多失败呀，也有成功。他更多的是见证我失败的那些痛苦，然后给我一些安慰。我觉得他是一个会把这些表达出来的，对他能。但有一些男生他就不表达呀，他明明知道是，但是他不是文字也不发，他会觉得是他自己的努力，他自己的成绩，他不觉得这个是因为你影响了他。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首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会提供更多的这个帮助。那当他成功的那一刻呢，我认为那我就要把自己放在就是背后了，因为这也是我们共同努力下才成就的。因为你干使劲儿，它不是一块料也不行。所以呢，就我有的时候我感觉老公啊，这培养就绝对是养成系，就是因为他也是在每一个阶段都心态啊都不一样，有变化。例如现在可能人家是奥运冠军、王冠军了，就不能可能有一些想法他又会不一样了。我就是打个比方，这个产品它升级了可能我不顺手，但是我会发挥我自己的优势，我会让它变得这个不但顺手，我还会让它这个升级功能变得最大化。哇，就我是这种的，就是2个人相处，我觉得就如果是一直是一个模式，或者一直不升级，可能也就失去那个新鲜感。对。张文怡最近迭代没有？迭代升级了 ，Plus 版啊。你自己感觉呢？我感觉他肯定是有进步，对，因为他自己看节目，然后大家对他的评论，他被网友喷的，说哎，怎么干什么你都像个大爷一样在后面躺着啊？你想累死璇姐吗？碗也不收，这不是你的活吗？对，他现在就是会，就是主动分担一些，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我就是工作比较忙的时候，然后他就会去拿了很多盲盒啊，去找酒窝去了。他知道孩子喜欢什么嘛，就是过去陪酒窝玩一会儿啊什么的，就是帮我让你放心。哎，对，后面有人。他就是也认识到自己有一些毛病啊，或者就是有一些小的习惯啊，他自己也会修正自己。包括那个给我买了一个。拍照的手机啊，对，他给我的那个手机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就是一跟我的这些朋友们出去吃饭，就大家趁着就是没喝酒、脸都没红的时候，可能大家要拍照啊，然后拍完照他也不怎么吃了，就开始修图了啊。大家就是你先修完发给我，我修，然后下一个接力，对吧？然后他就说买这个手机自带美颜，然后一拍就不用修半天了，有点被种草了。对，你看他就是他之前那个耳机不也是很多人种草的吗？辛迪，我来之前他可想了，他说你帮我带过去一个耳机，更新一下那个是吧？对，然后我说不好吧，我生拉拉的给他拦住了。那你就让他买2个，对，因为我那个耳机我俩是情侣的，对，所以要换的我俩一起换的，太逗了。
哎，你们真实的这个女性的交往当中，就是老公不在，我互相调侃一下自己老公，这种多还是表扬自己老公多？那肯定也是表扬多吧，然后还是表扬，就说他缺点也是你说的那种调侃，对，就当开玩笑那种说嘛。那你如果真的把老公说的一无是处，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人家会觉得，哎，那你为什么要选他，对吧？就人肯定是都是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对啊，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问题，就是说家人之间也会有问题。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在包容，就是能改的改，我们在提醒；那不能改的话，我也能包容。毕竟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我认为可能我身上的问题，其实在他的眼中，我认为这就是我就是爱你，我就感觉这是很正常的，我就宠你，什么都对，对，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爱呀。我认识娜娜多少年？18年。对我见到你的第一天是我们在那个国贸大饭店的那个下面的那个咖啡厅，你当时大着肚子，然后你在跟我聊嘛，说就是一起合作音乐嘛，然后我就说哇，好敬业哦，我说这是大肚子，这个要生了，还来跟我聊音乐，我必须要合作。原来是我的大肚子感动了娜娜，真的是。但你知道吗？我特别感谢娜娜是什么？就是说我觉得无知者无畏啊，因为我当时就拿200万。就投资人给我200万，我那时候的话，我就觉得才27、28岁嘛，就天不怕地不怕，反正就想着就去做。真的，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的话，娜娜那时候已经很红了耶，全国著名主持人。对呀，她进来跟我合作耶，而且我已经发了菠萝蜜了。对，已经红得不得了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说我现在要自己做一个公司，你来当我第一个艺人，开始的时候很不容易。我说可以支持你。哎呀妈，我真的是我得抱抱。真的就吓到我了嘛，你知道吗？就那我就觉得完全不可能的，但当时的话就是因为不懂，你知道吗？所以特别大胆。就是我觉得好多东西就是要大胆才闯得出来的。对，小时候真的是什么都不怕。对，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是很有魄力的，真的。当时我就说创业的时候，我就跟你记得跟你说吗？我说我有一天的话，我想做个上市的公司。哇，他很厉害的。10几年前他就说他要上市，我说是哪个菜市场啊？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上市是什么概念嘛，然后就坐在那儿说，我以后要上市，然后很正经的说，我以后我要把公司做大家每个人。真笑死了。哎，那你怎么想到来参加《姐姐当家》的呢？《姐姐当家》其实他第1季就邀请我了。原本我们本来要上1季的。对。其实看完你们第1季以后，我就不敢参加了，因为太红了。是吗？啊，你怎么红了你也不敢参加？你在怕啥？哎呀，也怕舆论，讨论量太大了，太大了，所以就反而不敢了。昨天开拍，我前天我都想跑。你看那个在家里还装了摄像头，我就要求我说能不能不在卧室装？我知道，对。然后公司全部那个，所以压力还是蛮大的。而且你也知道，就是说骂我的人还蛮多的，对吧？我也怕被骂，这个你怕这会有一些压力吧？但因为现在的话涉及到公司的2次转型嘛，对，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还是得站出来，因为本身也是公众公司嘛，因为大家对我的印象都是那种很凶的老板，就不是我确定华华不是很，我是小绵羊，对不对？其实他是很可爱的，很可爱的华华，其实他挺小女孩的，大家没有看到他小女孩的一面。对啊，我没有那么凶，他然后说老是虐待他们。你觉得你们华华总凶吗？其实是不凶的，但是因为更多的其实就是杜妈对我们的栽培，就是把我们送去海外训练什么的，就是哪怕凶一点，我们也会就是感恩他。哇，凶一点也能接受的意思就是很凶，哪怕凶一点，就是也可以接受。对，他们跟我差辈，你知道吗？就是说咱们对我跟他们的话，肯定是那种比较长辈那种的，长辈那种的话，就希望他们好一点了，就像对你的孩子一样。对啊，但我孩子已经不听我的呀，有啥用呢？他相比对他孩子对你们好多了，他把他儿子送去少林寺。我儿子都对吧？又去变形记又干嘛的，对吧？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你就好好练吧。我就到时候我看成都，我飞过去支持你啊。来，我们掌声有请房主任。大家好，我是房主任。其实前段时间我们公司有通知我嘛，说有个节目，有个栏目要找我，说让我准备一下。我说哪个节目？他们说姐姐。我说我哪会乘风破浪啊？我只会拖鞋上炕。他们说不是那个姐姐，是姐姐当家的姐姐。我说行。你们可能不知道哈，姐姐当家这个栏目去年救过我的命。去年《喜剧之王》一刚播出嘛，然后网上就那个铺天盖地的骂声啊，给我骂的哈，差点崩溃跳楼了都。这时候就有一个男人勇敢的站了出来，替我挡住了骂声。谢谢你，张唯一。当时网上骂人的人啊，当时就分成两拨了，男的骂我，女的和男的一起骂张唯一。其实我也没想到我今年能来上《姐姐当家》这个节目啊，说实话有点遗憾，婚礼早了。然后我们公司的人跟我说没关系啊，你上那个节目找2个朋友，给你介绍个。我说好险呀，你再晚说1秒钟我就把不去说出口了。其实今年我一看啊，今年给我同期的嘉宾的名单哈，说实话很失望，董璇没来。网友比我更失望，说我来了，说姐姐当家让房主任上，说这是节目，这是家里没人了吗？这是姐姐当家，是奶奶当家吧？说这节目才第2季，老龄化就这么严重吗？就我给大家声明一下啊，我比上1季的嘉宾董璇大4岁。控制一下行吗？比王林小5岁，哎呀，就看着比他们那大40-50岁是吧？其实还想就是说，看到今年的嘉宾名单里面有好多跟我一起的啊，有一个演员也是脱口秀演员小鹿，大家知道吗？哦。我说小鹿至于来上这个节目吗？他那家多好当啊，妈嫁了个老外。有小学语文水平就把他糊弄了，还有奥运冠军徐梦桃，嫁了个老公也是奥运冠军，我非常的羡慕，因为做我们这行的最忌讳的就是跟同行结婚。还有一个嘉宾是冉莹莹，生了3儿子，我做梦才敢生2，不光能上桌吃饭，他都能上床接娃。还有一个是杜华。月华的老板，对，王一博的老板，我对这个人意见是最大的。他的公司旗下哈全是老牌艺人，没有一个老年艺人。我就觉得他公司就缺一个来自山东农村50岁离婚的大龄。我现在还是我们村里的顶流，房家村杨幂。我们村现在啊，全村掀起了一股学习房主任浪潮，说房主任去上海骂街挣了1个亿。我们邻居有个老太太啊，今年80多岁了，前一段时间问我说，我能不能带她姐姐一起去说脱口秀？说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我说脱口秀的英文名字叫做 Stand Up Comedy， 站立喜剧。我说首先你得能站5分钟。现在全国啊，也就我们村里的人还在坚信人人都能说5分钟脱口秀。哎，你之前看过《姐姐当家》这个节目？我看过啊，有些什么槽点吗？觉得？挺深度的吧，就是观察嘉宾听，就大家分析什么的，是吧？你觉得他们说的很好？我倒是觉得确实有些槽点。你怎么理解槽点呢？
槽点啊，我其实也不太敢攻击个人，怎么？还是脱口秀演员，还是现在非常的学会了四平八稳。但是你可能是因为在人物里边就稳了吧？感觉你要在你的专场里可以不这么稳啊，稳了。但还是我觉得只要是镜头都会有点害怕。我现在有这种感觉。都拍上戏了，不害怕镜头。哎呦，真的不一样，对自己还是，还在一个过渡期吧。我感觉你那种就是不管，就是我有什么我要说的我就说，我感觉我还没到那个状态，没到那个阶段，也不知道还要修炼多久。我可能是年纪大了，就是 I don't care。哎，我上次微信有跟你讲吗？我说我真的要备孕了。我其实现在不太想接这种太密集的工作什么的，想要调整一下。你现在对于备孕的就是所有的一系列，你搞明白了没有？我现在其实有点太困惑了。对我已经是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比如说我以前看过的医生，有那种跟我讲，你这身体特别糟糕。我其实是，比如说有输卵管的堵塞啊，然后卵巢也有问题，我其实有点逃避，我就是有点感觉，就是说，天哪，怎么身体问题这么多？我就想，要不就先忙点别的，但是躲到现在，我那种觉得自己很想要有个小孩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就是你就会觉得我现在愿意去面对这些问题了。那我就相信你一定行动上会做出改变。所以其实我工作安排什么的也松缓了很多，要松缓一些。但我想了一下，我好像还是有那种就好像不敢说，哎，我就这么放一段时间。其实好长时间都是这个状态。我觉得工作是至关重要的。我的确是，我经常跟我身边的女性朋友说，如果可以的话，不要做全职妈妈。因为我生完孩子以后，我就的确是花了很长时间在陪伴这件事情上。不可否认的就是，当30+、35+、40+以后的女性，我们在重返职场，那个难度是大幅提升的。你当时花了，你本来是预计停2年哈，后来停了不到4年。对啊，然后你不是中间当然也出去拍戏，但是因为拍了戏，然后回来之后感觉就是这种，我回来以后他不跟我睡了。我非常挫败的，对啊，我就心想我只就是走了一部戏的时间，然后我其他时间其实妈妈为你，我付出很多的，因为他那段时间就是天天是跟奶奶在一起的，所以后来就又停，4年内，断断续续啊，你想怀1年，生完以后喂奶，那起码最少不就2年嘛，算起来就，然后呢。3岁上幼儿园吗？我就已经要去给他找幼儿园这件事情，因为他上幼儿园要搬家，好帮他适应新的环境，改变了居住环境以后，好即将就3岁了，然后就帮他度过分离焦虑，因为他要进学校了嘛。对，好送进幼儿园以后，拍了一部戏以后，然后又停半年，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再出来工作，有一个制片人姐姐都问我，欣然你这戏是拍还是不拍了？我在家陪他，我就是没有办法出去拍戏，对，就这么简单。我怎么平衡？天哪，那感觉其实是有点被绊住了。天哪，牵绊住了。牵绊住了。对，我记得有一次我出席完一个活动，回北京，机票已经不行了，我就坐那个高铁站回的北京。凌晨2点多到家，因为我答应他了的，我说妈妈今天一定会回来。但我有点担心，就比如说，你觉得，比如说孕育一个小孩和养育一个小孩，对于这种夫妻之间会有，你觉得它会有影响吗？这个很难去预设。是我就老觉得我现在还是有种担忧啊，就是都说这种你替古人担忧吧你。对，哎，我就特别未雨绸缪，就是如果小孩一出现过度的挑战了我俩的人性，两个人开始就都觉得对方越看越不顺眼，就是还是那个思虑过重。每次中医给我把脉，你这个人思虑过重，放松，不然就。但是我放松不了。放松，
跟欣然姐聊完会觉得稍微轻松一点吗？我聊完之后就是心情很复杂，我又会开始质疑自己。我确实是我感觉过去这2年都一直还是很忙，除非你可能20出头，好像很少有人在这种极度忙碌的情况下，身体还能自然的就怀孕了。对对对，我其实没有办法做到像欣然姐那样说，哎，我就做好准备，我要歇很长时间。我感觉我的个性是不适合那样的。我最后是怎么想的呢？我是觉得没有一个艺人，他永远站在舞台上处于 C 位，是因为他不休息。所有能一直在舞台上的人，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独特的作品。但我从来没觉得你会回不到这个舞台。因为你的作品还有你的真诚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所以你不要。我又要哭了，赶紧吃两口。不要，感觉好像已经怀上了。我只是单纯的爱哭。紧不紧张？我开车。不紧张，这有什么紧张的？我反正系了安全带。哎呀，好久没见你了。对啊。好开心哦，特别开心。但我觉得你瘦了很多哎。直播特别累。直播还好，但是也经历了很多。对。世明呢？好久没见到他了。他今天你会见到他的晚饭的时候。其实我跟他也这些年经历了一些事儿。我们不是那会儿不是18年不是在黄浦江畔搞了那个拳馆吗？还搞了餐厅，好像你都没去吃过还。对。餐厅，后来都转掉了。然后呢，那个拳馆亏了很多钱，就不少钱吧，反正。是吧？反正房子也卖七七八八了都。我看到不是有新闻啊什么的吗？对。他这个性格嘛，你知道他的呀。要强的呀，他可能自己也是因为这个事儿有点受伤吧。哎，但是都是这样的，投资是吧？都没关系。你说人生总有就是成功也会有失败，怕什么呢？跌倒再来，我觉得都没什么。只是我为什么就是这次不是来这个姐姐这个节目吗？就是我觉得我和她的感情出了点问题。状态是吗？我看你不是一直很好的吗？在朋友圈啊什么的。肯定也没有跟别人去聊过、去讲过吧，还挺多事儿的。在过去可能5年当中，尤其是我们老三来了以后啊，我觉得我就是处在一种就是丧夫式、丧偶式，就是好像孩子也是我管，家里所有都是我，然后他就是所有的他也提不起兴趣。然后呢，也不太想要干预参与，就是那种感觉。有一次有人来我们家嘛，来吃饭，然后我们老二不有来打招呼嘛，然后人家呢因为第一次见嘛也不知道，说啊这是你们家老二呀，然后世明就说啊对，读3年级，就是人家已经读5年级了，然后我们老二就是爸爸。然后你们先吃，我先走了，就是内心就是很自尊心受伤，就是我已经读5年级了，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对，然后就是因为沟通少嘛，对吧？对，沟通太少了。到了。到了。Hello， 佳佳，耶，多久没见了，快。Hello， 好久不见了。我怎么觉得你还年轻了很多呢？没有，头发都白了。哎呦，年轻了很多呀，感觉。真的吗？帅的呀。哎呀。好，快请进。我们佳佳还是第一次来家里面哈。走吧。来。哎呦，萱萱回来了。啊，对，2点多。萱回来了啊？你都不知道啊？我刚出去，我出去的时候还没回来呢。萱萱，哇，你都长这么大了，我的天哪！妈呀 ，idol 啊，你是 idol 啊！哎呀，好帅哟，我的天哪！教授最喜欢你，走哪儿给你带着你。那时候才，哎呦，好小的，但是我又不记得。
不记得了？你不记得了？你不记得我了？我记得。你不记得我了？坐吧，嘉哥，我去弄点水果。哎，我还以为你们2个人抽。哇塞，这个是在拉斯维加斯啊？对，因为你去谈比赛的时候啊，我正好在那边出差，见到你们2个人。哎，那时候她还真的像个小姑娘啊，她这现在也像小姑娘，但是妈味儿太重了。毕竟我是爹味儿太重，她的妈味儿太重。我反正就是冉莹呢，还有看到新闻，但你我比较少见。她现在她的内容里面都没有我了，你会看到她现在很少有我。她想去周氏名画。独立真正进去了，独立女性是吧？对，她以前不要再做拳王的妻子。我觉得这样是对的。以前老是在我身边，然后就帮我打理这些，她放弃她自己的事业，那搞得好像然后我耽误了她呀。所以说我觉得让她发光发亮。妈呀，伦敦你是第2金，也是我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块，也不容易了，真的太不容易了。哎呀，现在都已经都淡了。其实说实话，你不让我想，我也是想不起。然后那天3个孩子，然后老三跑来说：“爸爸，你送我一颗金腰带好不好？”我说：“你拿去吧，反正就在我洗手台底下，然后我也没有就说放哪。但是金牌是倒是说保险箱的。他就自己拿到保险圈。后来我一看，他是坐在我那个箱子，金腰带箱子。我说你什么时候把它拿过来？他说：“爸爸，你不是要送？他说你不是送给我了吗？”我说：“是送给你了，但是也没必要。”对啊，他经常有朋友来了，他经常来，走，我带你到我房间里面，这是我爸送我的金腰带。摆桌需要我帮忙吗？啊，不用，我们弄好了，马上就可以吃了。弄我们大老爷们2个人在这儿，很快，马上，几分钟。我们刚其实在。看我找了我们当年的照片。我们在我在维加斯。哇塞，非常，我们落地那会儿，我们几个。然后找到了他跟杰哥2个人打台球。哦，对，就是那个里面，哇塞，发我，嘉哥发我。我说那个，在我们那时候做那个火锅，吴金哥来吃，你还在那炒那个料，然后黑暗料理还说自己做。然后金哥带了那个对，足球队。他战狼之前嘛。哎，对，就是战狼之前。而且他还说他成败在此一举什么的。我们那个时候说砸锅卖铁啊，因为我永远记得这个锅砸锅卖铁，就是因为你弄了一口锅在那煮那个豆豉火锅。后来他就说：“我就是这样啊，这个锅我砸了，我也要把这个东西扛下来什么的。”我记得就有这样的话，我记得。但是我们就说哇，这然后他当时还很担心他那膝盖嘛，对，他很着急要赶紧把它治好。是的。那个时候我真的感觉很好，我们都希望就是，哎，再回到那个时候。好开心哦，跟嘉哥在一起，真的，一聊聊过去，对，我跟嘉哥聊着聊着都找到了我们2个谈恋爱那年的感觉。妈呀，还是得我在。我那香味儿哦。来吧，我们开动了，来吧，宝贝们，来，坐。在这儿也行呀。你就我们你站到，你们2个人过来。来吧，我们宝贝儿。我要祝你呀。什么？他要祝你一下。哇哦！祝表舅长生不老。长生来吧。那我祝你学习进步，好不好？然后茁壮成长，好不好？那我祝你跟我大哥长得一样帅。哇！因为在他心中，他的偶像就是他大哥。那我没办法了，因为是你大哥太帅了。我大哥粉丝太多了。还是吧？我大哥粉丝太多了。哦，是的。那有没有红包给表舅跟我说？这也要红包的方式可能。
好。哎，红包在我的房间楼上。不用了。你让他的心意。你的表舅来家里了，人家要有点心意啊！太懂事了吧，这也。我没找到红包，但是我可以给你钱。虽然有点粗暴，但是很暖心。你还是大哥，你还是大哥。来，走，我们俩合伙作案。我也好久，舅舅好久没见过现金了。该提供的情绪价值和现金价值都提供了。来，儿子，我想跟你现在长大了，我想跟你说一件事啊。你知道当年去《爸爸去哪儿》，是妈妈给那个谢导写了一封信，当时这封信就是表舅递给谢导的，然后他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推荐信，然后就注意到，周世明有一个很可爱的3岁的宝宝。就叫周明轩，来，我们一起敬下表舅。是因为你很可爱，是因为你们，是你很可爱，然后你跟爸爸2个人太出彩、出色了。哦，对，我今天给你买了个礼物，不要了啊，小礼物，跑步的时候可以用的。耳机吗？耳机就加耳的那种。天哪，就是你运动了！我的妈，我最近就是对吧？运动时候加注。我就想买这个。我送你这个礼物，姐姐1岁我也看了，我不是被那个谁种草，我就是觉得这个礼物适合你。那我要不要带着一程？因为我下飞机见到你之前，我还戴着耳机啊，真的。然后呢，你说到了就要拍，然后我就说赶紧把耳机摘下来，别说。因为我还一直在 diss 张唯一，到时候别说，嘉哥你不是自己也在听书吗？然后我是想着你平时运动跑步，对吧？有这个很好。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就是在，就是对戴耳机是个习惯，对。其实我们这次录这个姐姐，其实嘉哥是我自己特别希望说跟世明哥找回。当初我们在一起时候那种感觉，今天我来了有点感觉了吗？有，太有了。到时候我把那几张照片一发，是吧？来，让我们都清空一些对负能量，对呀，对。那我走了，好，拜拜。也不是，到时候我们吃起来喝起来。好的，好，吃起来喝起来很重要。对，还有你，嘉哥，拜拜拜拜，我们就送这儿，我们就送到这儿，拜拜拜拜。拜拜，嘉哥，拜拜，爱你啊，拜拜。太棒了，下次我们一定能见面。就是这个，争取我们那个我们4个人，对，那就好了。我跟你说，那就有意思了。这是给宝宝的，好，在上面。谢谢。对，要拍几个月？拍2个月吧，2、3个月吧。推到门口找工人。谢谢你们来。啊，谢谢你们来。我下次来北京去你家找你玩，如果你在家的话，妈妈做的菜。好的，拜拜，孟非，拜拜。您个人有哪些想表达或者想做的？自己的人生还是要自己掌握。我也不知道，其实这些都是未知的恐惧。吭哧努力，好不容易成为了你小时候可能想象中自己能成为的很厉害的女性了，但是为了生育这一件事情，你要完全违背你以前所有的认知，做被人看不见的一个人。我不是安慰你哦，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身体健康这事儿，我说绝对是红线和底线，这是最重要的。你就祈祷，今天晚上开始祈祷。你要是这个敢是阳性，你就死定，我一辈子我都不来看你。是不是我今天这种说话方式你？没有。如果他继续这么不知愣，
我觉得很危险。我自不量力，你稍有问之，我是谁？我是 nobody， 你明白吗？娘家的路是回不去的，我要但凡能回去，我不能拖30年再离婚。已经这么多年了，新生活什么时候开始？你是也是女人吧？帮我想想办法。我有点广泛性焦虑，有点睡不着觉。我身上还是有责任的，因为还有400多号员工，400多个家庭跟着我一起成长的。艺人呢是需要自己带脑子的。你做了这么多久艺人，是不是会有厌倦的时候？会，是吧？对。如果你是我，你觉得你会怎么做？说实话，确实挺累的。我自己认为我还挺累的。被累的已经累得不行了，我就好无语。那么辛苦，你后悔吗？不后悔啊，不后悔。对啊，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说，前半生的话做得很开心啊，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那还是因为爱吧。对，确实是不能放弃。说2句就完事了，就别说了。那对吗？你26年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吗？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享真奇硬化 Max 高品质视听。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来爱奇艺投稿《姐姐当家2》2创视频，赢现金奖励，解锁100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上微博参与《姐姐当家2》全民观察团点评活动，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搜索《姐姐当家2》，看更多精彩内容。姐姐当家2，百度文库全能 AI 内容获取创作一站搞定。姐姐当家2，百度网盘存住你的光芒。上百度搜索《姐姐当家2》，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找工作上前程无忧51 Job， 好工作好前程。用有道词典 AI 同团，外教课堂轻松听懂，跨国会议无碍沟通。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感谢手机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百度 APP、百度娱乐、新浪新闻、百度百科、百度文库、百度网盘、前程无忧、网易有道词典、智宇、成果娱乐、环球再见、影视聚焦、咸鸭蛋生活、驴火娱乐、异样飞行、杨子夏、猫扑娱乐、环他娱乐、小八娱乐对节目的大力支持。